哎呀，小时候我很淘气啊！有一次爬上我们小区景观水池的围边，沿着那不足20厘米宽、长满了青苔的瓷砖表面跑了起来，结果可想而知，直接就掉了进去。而我那会儿呢，恰恰还不会游泳。哎，好在啊，被1楼的阿姨看到，拎着我的脚呢，就这么倒着把我提了出来。等我妈赶过来的时候呢，我还是被倒拎着的。他们一致认为这样有助于把我喝进肚子里面的脏水给吐出来。哎，好像是挺有道理的啊，毕竟重力会把所有东西都往下面拉嘛。哎，我当时也是深信不疑啊，并且相信这么一倒立之后呢，我的胃里面就干干净净了。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？如果是的，那么请问不分上下没有重力的空间站上，航天员吃进去的食物、喝进去的水，又是怎么去到胃里面的呢？所以事实是啊，即便倒着喝水也能喝得进去，而喝进胃里面的脏水，即便倒着也是倒不出来的。哎，为什么？平常我们坐着吃饭，食物能够从上面一路来到下面呢，从来就不是重力的功劳。我们得特别感谢这两样东西。平滑肌和括约肌，一个把食物给挤下去，另一个不让不该出来的东西漏出来。食物一旦进到嘴里面，在那之前，你可能确实需要重力的帮忙啊。我们的牙齿就会把它们嚼碎，并拌上口水，使之成为一种粘稠的糊状物了。也就是说啊，即使有了重力，也可能对它起不了多大的作用了，毕竟它很黏嘛。哎，该往哪儿走呢？完全由推它的东西说了算。谁推它呢？我们食道表面的平滑肌了，它会像波浪一样蠕动，把里面的食物和水强行推进胃里面。不管这个时候胃的相对位置是在上面还是在下面。好了，到这儿，如果你是个问题青年的话，可能还会想啊，哎，要是我只吃了一点点东西进去，它相对胃而言还是很空的话，会不会在里面飘起来呢？假如我是在空间站里面的话，好吧，你想多了啊。胃是软的，胃是有弹性的，胃的大小是被食物给撑起来的。平时它就是个瘪下去的气球，进去多少东西，它就正好包住多少东西，所以是没有额外的空间让食物乱飘的。消化完之后也是靠肌肉推向下一步的，当然后面的步骤呢也是这样，直到离开人体。哎，你试试光靠重力，它们能够出得来吗？所以总结一下，吃饭这事儿呢，天上地下是一个样的，只能自己靠自己了。